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美股还没有开盘，因此呢，比特币一直处在一个横盘震荡当中。我们认为美股开盘之后呢，会对比特币的波动产生影响。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看我们会员票 PYR 啊，这轮行情我们在很早的时间就发现了 PYR， 也是通过我们多空实时数据啊，这是24小时一直在监控行情的一个多空实时数据来看。PYR 呢曾经走入到我们的4小时级别的多头数据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 PYR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小日线级别和15分钟级别上都看到了 PYR 的身影名列第一。那么我们也是很早埋伏了啊，大概是在上周三埋伏了 PYR 之后呢，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有30%以上的利润。为什么我们能精准抓住 PYR 呢？除了这个软件能够帮我们甄选出来多头币种之外呢，它在本身的结构上也具备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一个突破理论。这一点呢是通过西游战法当中第二部分4项战法找到的啊。我们首先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这只币种非常具有特点啊。原因是我们看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近乎完美的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认为往往认为一个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同时呢，通过均线来看，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5日均线、10日均线正在考虑上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那么它就符合了2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我们看到焦点在右侧的这个位置近焦点它的附近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同时呢，它一直在底部横盘震荡盘整，并且呢，同时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是有一定成交量的有一定成交量发生的，因此呢，在近焦点的这个理论上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均线理论上都认为 PYR 是有一定上涨趋势的有一定上涨机会的。因此呢，我们在上周三就埋伏了 PYR。那么埋伏的同时，我们也将止损设置在了3.1美金附近这是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位置不跌破的话，非常容易抓住利润。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会员频道有了30%以上的利润那么目前已经是减掉了一些仓位，但是上方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它横盘已久从23年1月出现一个高点之后，一路下跌下来之后首次突破前高，并且呢突破了一个结构。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9月3日，也就是昨天走出了一个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标志性的悟空阳线走出来8戒阳线在今天也出现了，那么它就有可能走一波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唐僧阳线走完之后，我们预计的目标是6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前方有波峰波峰连过来之后，大概在5.5和6美金这个区间是有机会上穿到这个位置的。同时呢，这个位置也是唐僧阳线的一个目标位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行情非常低迷，但是呢，山寨币的多头更容易发现这种山寨币的强势的多头行情包括我们前几天一直提的 UNFI 也是在这轮行情当中出现了不断的上涨，它的均线非常漂亮，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并且呢，它的上涨具备了一定的持续性，底部成交量和上面 K 线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完美的上涨趋势。但我认为 UNFI 的上涨最近一段时间要考虑减仓因为在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由波峰连线连过来的这个趋势线
和下方在日线级别的波谷连线连过来的这个趋势线，已经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那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就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已经上涨这么多了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已经乖离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很远了。在更短的一个时间级别，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也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画出来的这个结构啊，价格同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距离太远了啊。目前是一个进场具有高风险的一个位置，因此呢，这个位置是建议有仓位的减一些仓位，没有仓位的啊，这个位置是不考虑进场的，因为风险已经大于收益了。那么等待什么时间可以在没有仓位的前提下可以进场一个仓位呢？我认为是啊，它如果能够出现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回踩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才是可以进场的一个价格点啊！注意看啊，这个结构我们看到已经到达焦点位了，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变盘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上容易产生下跌啊。虽然它是一个上涨趋势，但是风险大于收益啊，这种情况我们是不选择进场的，甚至有现货还要减一些仓位。同时，这轮行情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币种呢出现了一个低位啊，比如说 UNI 啊，比如说 FTT， 都出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那么以 UNI 为例啊，我们认为这个位置是低于水平面以下的。什么是水平面呢？我们看到22年7月至今有一条水平线，就是波谷连线连过来的这条水平线啊，这条水平线下方我们认为是具有投资价值的啊，包括了 FTT 都存在这样的一条水平线。这条水平线呢，往往是以波谷连线啊，这里的波谷连线呢，你要记住啊，是筹码运行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位置最多的波谷连过来之后啊 ，UNFI 的波谷连线大概是在3.9美金啊，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条基准线，只要跌破这个水平线，那么往往会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啊，所以呢，对于上在低位的一些币种可以考虑进场，如果你从高位拿到这个位置上，就不建议割肉了。建议继续拿一拿，因为行情很快会有转机。我们提到了10月份就是比特币月，比特币往往会在10月份出现一波行情。那10月份比特币出现行情之后呢，它带动的是主流币，然后在11、12月会带动更多的次主流币出现一波非常强有力的反弹。所以呢，上在低位的比如说上方行情你没有赚到钱，但是买了一些山寨币，那这个时候在低位的时候就不建议去割肉了，要继续拿一拿，也不建议来回换仓这个换仓的动作往往是这个割肉了，另一个又追高被扣下去了，所以呢不建议乱动了。对于美股来说呢，我们看到它上方是有一个压力线的这条压力线呢是由波峰连线连过来的压力线。那这周美股还有26分钟开盘，我认为它还会继续向下震荡这意味着比特币将迎来本月基本上还有15、20天都要存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处在震荡的行情当中。在震动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25000美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个位置不跌破的话，行情有可能在25000到28000美金出现一个震荡之后，然后反弹上来。是容易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的。这个新的上涨行情呢，还是要等到10月开始之后出现上涨。9月份呢，更多的是会以震荡为主。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